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老歪。不知道你们刚踏入精工界的时候，是不是跟我一样，觉得工具买的越多，看起来就越专业？然后常常去工具店的时候，看到这个也想买，那个也想买，最后就会买了一大堆自己可能也不知道怎么用，或者是也不知道自己需不需要的工具。相信我，你不是孤单的。你看到我桌上的这些，其实有80%都是我很少使用的工具。那今天这支影片，我就要来跟大家分享。什么样子的工具你可以不用先买，特别是当你才刚开始接触精工，你还是一个精工新手的时候，有一些东西你是真的可以完全不需要买。我今天也会分享什么工具是我自己觉得好用的。那今天这支影片的重点就是要带你避坑，有一些东西你不用浪费钱。精工的世界非常迷人，但是它的技术种类实在太多了，每一种工法都有它自己专属的工具。所以今天我想要给大家第一个最重要的观念，就是不要盲目跟风。你在买任何工具之前，要先问问自己，我现在要做的工法是什么？那你评估好了，你再去买对应的工具，不然工具真的买不完。特别是刚入门的新手，我要跟你们说，有一些大型的机具你可以先不用买，像是裁板机、碾片机，或者是比较大型的抛光机，真的在你们刚接触精工的初期，这些东西都可以先不要买。这个不是只是省钱的问题，而是在精工的道路上有一个很妙的定律，就是你的工具越少，你能解决问题的能力就会越强。所以呢，当你手边只有基础工具的时候，你反而会强迫自己去思考，用怎么样子的方法去达到你的目的。那这种灵活的思考方式，我觉得是在刚学精工的初期是很重要的。当然每个人的创作习惯跟喜欢使用的技法都不一样，所以今天我分享的完全是我自己这几十年来觉得不好用，或者是买了根本用不上的避坑指南。说不定我觉得难用的刚好是你最喜欢用的，这个也没有绝对。但是如果你今天想要用最省钱的方式去买到一些比较必要的工具，那请你今天一定要看到最后。好，我们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吧。好，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锉刀。那你们可以看到我桌上有大大小小、形状也不一样的锉刀，很多都是我在精工初期买的，实际上有用到的真的非常的少。那我在早期的时候比较做的是大型的物件，所以我买的是比较大把的锉刀。那它在搓修大物件的时候会比较快。在开始做品牌、在做饰品了以后，这两支锉刀基本上就很少会用。所以如果你没有要做大型的创作的话，这种大型的锉刀基本上可以不需要买。你会看到我这边有一些长相有点奇怪的锉刀，这种锉刀叫做异形锉，它可以拿来戳各种不同的角度，比如说你盒子里面或者是空间里面的弯角。但是说实话，这个异形锉我用到的几率真的非常非常的少，因为我们有很多像是这样子的磨片、砂轮片可以去代替这个异形锉。因为它虽然有一个角度可以让你伸进去不同的空间里面研磨，但它研磨的幅度其实没有办法很大。那你用了粗的锉刀磨完以后，你势必还需要更细的锉刀去盖掉上一个锉刀的痕迹。所以我自己觉得这种异形锉对新手来说可以完全不需要考虑它。当然一开始看到这种锉刀，你会觉得好有趣哦，怎么会有这种不同角度的锉刀？一定很好用，但是实际上用到的时间真的非常非常的少。再来是蜡雕的锉刀，这个就不需要特别讲，因为这个蜡雕是完全不同工法，这个是一定要的。如果你做蜡雕的话，这种大的这种菠萝头的锉刀是一定要有的。然后再来是精工用的锉刀，精工用的锉刀基本上它就会分不同的形状，像是方形的、半圆形的、圆形的，然后扁的，还有三角形的。然后有时候你还会看到马眼型的，就是它有各种不同形状，但是呢，像这种锉刀大部分我只会用到半圆形的跟三角形的，那其他的都可以不需要买，因为它使用到的几率真的很低。如果你要小支的话，我也只推荐你买半圆形的就好。然后你可以看到我桌上有各种各式各样大大小小，还有这种超级小的，其实他们用到的几率都非常的少。如果你是新手的话，我建议你真的，甚至你可以只买这3支就好了。就是粗的锉刀的话，就是半圆形跟三角形；那细的锉刀就是1支半圆形的，我觉得这样子就够了。像这一盒里面都是很齐全的不同形状的细锉刀，
但是基本上这几年来我连打开的几率都很少，所以你可以看到我这个下面都已经生锈了，因为我的锉刀真的买过太多奇奇怪怪的，所以我最后呢，我会把我不要的锉刀拿来磨成45度角，拿来做凹槽，我可以拿来刮凹槽用，或者是我可以拿比较烂的锉刀，拿这个锉刀来戳铁，反正你都没有在用它了，不如可以把它拿来用在别的地方，你就不会觉得浪费了。所以这么多锉刀，真的我最后都只会用这3把啊，特别是你在做首饰的话，基本上锉刀不用多，3把就够了。好，再来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手工具。那手工具，一般来说就是我们用手部操作的这种钳子类的工具。你可以看到我桌上有蛮多的这种钳子，当然有很多已经被我淘汰掉，就是已经坏掉，我都丢掉了。那些大部分都是因为刚开始接触精工的时候，琳琅满目的工具，你不知道要选什么，所以有时候就在五金行随便买，或者是在量贩店随便看到钳子就买，然后用了没有多久它就坏了。所以日后我为了避免买错呢，我尽量都挑德国制的。那德国制的手工具会比较好，比较耐用。这么多手工具里面，我最不推荐买的就是像这种嘴巴很长的，不管是平钳或圆钳，它只要嘴巴很长，它在夹金属的时候都会翻，就是像帆船一样，它这个2只脚就会这样翻过去。这因为它的这个钳子的钢太软，然后这个脚又太长，所以它会翻。那一翻就会危险，那这种钳子我就比较不建议大家买。还有就是这种太小的、不符合你手的尺寸的这种钳子，你用久了你会觉得手会不舒服，那它的施力点也不太好。这个钳子我觉得是在市面上比较常看到的，但是我真的不太建议做精工的朋友去买这种钳子来用。然后这种钳子是我比较少用到的。其实做精工，我觉得最需要的就只有3把钳子，就是平钳、圆钳。然后还有剪钳，这3把是最重要的。那这3把你去挑好一点的品质，其实都可以用很久。用法我就不特别说了，因为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要怎么使用。但是这个剪钳我可以稍微讲一下。这个剪钳它有一个挡片，它可以让你在剪金属的时候金属不会被弹走。比如说我现在剪一个线，常常我们用剪钳在剪这个线，一剪下去它就会弹走。但是你如果用这种有挡片的剪钳，剪下去以后，这个挡片就帮你把金属夹住，它就比较不会弹走，也不会弹到别人，然后也不会浪费你的材料，因为有时候弹走你就要花很多时间在那边找。所以精工的手工具，我推荐的就是3把就够了，其他的可有可无。当然你有多的预算，你可以去添购，因为每一把钳子它是对应到使用的工法都不一样。比如说像这种有电细胶的钳子，它就不伤金属。但是也没有必要一定要买，因为你只要把你的平钳或圆钳上面包了卫生纸或包布，就可以取代像这样子有电细胶的钳子。如果你买到一个很烂的剪钳，你就可以把它拿来剪不锈钢或剪铁丝这种比较硬的金属也没有关系。然后还有平行钳，这个平行钳的2只脚是平行的，它可以拿来整平金属用。那如果有多的预算，我会推荐这只也可以买。那其他就可有可无，你不要买到材质太烂的，或者是这个嘴太长的钳子，还有不符合你手的尺寸的钳子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再来是锤子，那锤子我也有很多，只是我放在别的地方，我没有办法把它拿出来。那这边简单的跟大家介绍我平常会用到的锤子，第一个就是像这种胶锤。你如果不想要伤金属的话，你就买这种胶锤，你不要去买到那种有2个头，然后是黄色塑胶的那种胶锤，那个锤子很容易敲一敲，那个黄色的头就烂掉，然后你还要一直替换，那个头非常的不好用。如果你要用胶锤，我会建议你去买这种白色的这种尼龙锤，它的这个头的大小也有分，如果想敲大一点的面积，你就买大一点的。这种尼龙锤它非常的耐用，我用了10几20年，基本上只有一点点这个表面有一点花花的，那你再拿这个砂纸把它磨一磨就好了，然后完全都不用替换。不要去买到那个2头的，那个真的很难用。然后再来是一样是尼龙锤，然后你可以选择要不要买圆的，因为有时候我们要做一点点金属弧度的时候，你就不需要用到圆冲或者是各种金属模具，你用这种圆头的尼龙锤搭配像这样子的沙袋，或者是垫几块厚一点的抹布或者是橡皮，
敲一敲，你的金属就有弧度了。所以我自己很常用的就是像这样子的尼龙锤，然后再来是敲花锤。虽然它是拿来做敲花用的，但是因为它有一头是平的，然后一头是圆的，所以我觉得，它拿来做质感，或者是稍微做一点点整平的动作，这个敲花锤也很好用。好，那还有一个就是断敲锤，那断敲又是另外一个领域。那断敲锤还有它的这个簪子有非常非常多种，所以这个我们就先暂时不讲。还有一个就是像这样子的牛皮锤。那牛皮锤跟尼龙锤，你可以选一个，它们的功能其实是差不多的。基本上锤子也是依照你每一个要做的不同的功法，有不同相对应的锤子。但是我会建议说，有一些锤子你可以不用买，像是这种，这个锤子叫做铆钉锤。那像这种锤子它也有分，像这个铆钉锤它就比较好，它的头有一点点重量，你在敲的时候你比较好控制你的力道，因为它有一个重心，它会自然的落下。那还有另外一种我买到的铆钉锤是这种非常非常轻的铆钉锤，你在锤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完全没有办法控制力道，所以像这种小只的铆钉锤我觉得可以不用买，甚至你可以买这种最简单最传统的这种5分锤，这种锤子也可以代替铆钉锤。那主要是它有一个重量，你不用特别去控制你的方向，它会自然落下。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你想要自己创造一些有趣的纹路，你可以去普通的10元商店买这种很便宜的锤子，然后去做在上面自己雕刻不同的纹路，你就可以做不同质感，然后把它敲在你的金属上，你的金属就可以有不一样的花纹，就是专属于你自己的纹路。像这种普通的铁锤都是拿来做敲花锤用的。做金工的朋友想要有一把好的锤子，我建议你买一支这种最基本的5分锤，还有敲花锤，然后尼龙锤，这3把我觉得就很够用了。然后如果觉得想要玩一点不同的，就去买一支便宜的锤子，自己在上面刻纹路，做质感锤。好，再来要跟大家分享锯工跟锯丝。那这个之前在我的影片里面都有跟大家讲过，我自己挑选那个锯工的一些方法。这2把还是我目前最常使用的。这个是这个固定式的锯工，然后它的这个间距比较小，它不能调整，但是它因为它的那个重量跟手感都很好，所以这一把我也是用了很久。然后另外这一把它是可以调的，它可以调这个上面的这个宽度，就是你如果锯丝用到很短，你可以调整这个宽度，可以让这个锯丝可以再延长它的使用寿命。然后我这边要跟大家讲一个我不推荐的锯工，是像这样子的锯工。这把锯工，它看起来很酷很漂亮，那时候也觉得它蛮漂亮，我才买的。但是我买来以后发现它这个锁锯丝的地方是上下是2个洞，所以它在锁的时候是靠这边的螺丝去把这个洞跟锯丝锁在一起。然后你用久了以后就会发现，这个金属粉屑常常会掉在这个洞里，然后导致它锁不紧，就是我锯一锯这个锯丝就会弹开。所以这把锯工它虽然很轻，然后长相也蛮好看的，但它用起来就会让你觉得非常非常的生气。所以这把呢，我大概只用了2-3次，我就没有再用它了。然后再来就是锯丝。那锯丝我之前也有推荐大家用不同的牌子，像鹿牌、双剑牌或者是日鱼牌都可以。这种有牌子的锯丝，它们基本上都是好锯的，可能这些锯丝的差异很小。那我觉得大家有机会都可以试试看。锯丝唯一的重点就是你不要去买那种很便宜的锯丝。你如果在网络上有看到卖那种很便宜的锯丝，那个你就千万不要买，因为那个真的非常非常容易断。那一方面是，如果你是刚接触金工的，你会有很大的挫折感，因为它真的锯一下就断了，这不是你的问题，是这个锯丝真的太烂了。然后有时候你为了要省钱，其实你要付出相对更高昂的代价，我觉得是不值得的。所以锯丝呢，我会建议说，你就去买有牌子的好的锯丝，你会发现这个锯起来事半功倍。然后我觉得做金工最花钱的地方就在于说，你看到了很多很漂亮的工具，然后一时冲动就把它买下来。我觉得我也常常犯这个错误。我这边要介绍的几个就是我买来了，我觉得我用得到，因为我觉得它很棒，但是实际上完全用不到的工具。这个我已经买了好多年了，但是我好像一次都没有用到。这个是介微扩大器，因为这个是美国制的，所以
基本上它的尺寸就跟我们台湾常用的尺寸就不太一样，它的戒围就比较大。那我就很少会用到这个，因为基本上用戒围棒延展一下就解决了。还有一个是我在日本买的这个方形的这个铁砧，那我觉得这个铁砧好漂亮啊，它做的好漂亮。那在台湾也比较少看到方形的，所以那个时候就买了。但买来以后，我发现，我根本没有在做方形的东西啊，所以这支棒子我基本上连用都没有用过。那个大家在买东西的时候，真的不要冲动消费，有时候这些东西并不便宜，然后你买来以后完全用不上，就非常的可惜。那其实做精工真的工具可多可少，可有可无，完全是取决于你的工作习惯以及你的这个财力。如果你想要用最精简的工具，真的这些少少的工具其实就够了。像我刚刚讲的这个锉刀，我买的是瑞士鱼牌的锉刀。那你如果粗的锉刀，你可以买0号的；那细的锉刀，你可以买4号的。假设说我只有一把锉刀的预算，我可以只买一支半圆的2号锉刀，其实这样子也就够了。然后再来是锯弓，那这个锯弓你可以买固定式的，那你也可以买调整式的。那我自己是习惯用固定式的，因为我很少会去使用断掉的锯丝，所以一把固定式的锯弓，德国制的，然后锯丝去买鱼牌的、箭牌的、鹿牌的都可以，不要买杂牌的，不要买便宜的。再来就是手工具，手工具就是买平钳、圆钳、剪钳。那重点是你要买符合你手的尺寸，不要买的太大或太小。你要握起来舒服，你才用得久。那剪钳，你要买材质比较好的，比如说德国制的或日本制的，我觉得它的材质都很好。如果你只需要做一些简单的敲质感或者是整平的工作，你可以买尼龙锤、敲花锤，还有这种5分锤。这些工具都是我觉得最简单，然后也最好用的工具。我觉得大家在挑选工具的时候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，就是我们不要去挑便宜的工具，我们要挑好用然后有品质的工具。即便说像这些工具它比较贵，但是日后假设说你真的不做精工了，你日后要脱手，这些东西在二手的价格里面还算是还不错。那总比你在5星行随便买了一个很烂的工具，要卖也卖不掉，最后也只能把它丢掉。你不要花钱去买那些很烂的工具，你把钱省下来去买好的工具，这样才是最正确的做法。不知道各位在做精工的时候有买过什么让你最后悔的工具，或是你也想要推荐我一些很好用的工具，都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。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啦，拜拜。